矢板明夫日本人在台中演讲被攻击，警察效率蛮高的，4小时抓到人，他持了香港护照，在机场落网，想要离开啊。那被攻击以后，矢板明夫说，嫌犯是有备而来，因为说在那个旅馆的观察2天啊，而且呢，恐怕不只是单纯要伤害他，因为他眼睛也好像打肿了，然后牙齿打掉了，嘴巴肿起来，哦，那总统府说这是他们现在民进党口径一致，说是因为大陆通过执行7月1号执行民族团结法，所以这个在台湾跨国胁迫，我认为不是了啊，我觉得跟这个民族团结法无关了啊。那外交部说，国际社会要反制中国，这叫做跨国镇压啊。那矢板明夫被打，嫌犯落网，台中市警察局长也说，他是不是有在地协力者？就台湾有没有人帮助他啊？他是7月2号入境啊，然后呢会追查他所有的行踪，调阅监视器，他住宿的饭店、通联记录，逐一清查有没有台湾人有没有在那边帮忙他的。警政署这是要清查跨境镇压案件。全力追缉在地协力者啊，因为呢被有香港护照的男子攻击，沈伯洋说我们不屈服，中国想要拳头让台湾人闭嘴，我们不闭嘴啊！看一下，嘴唇还有点肿，牙齿还有一点痛。赖瑞在台中遭持香港护照男子攻击，媒体人矢板明夫7号早上再度面对媒体镜头，仍余悸犹存。就是尽量减少一下公开的行程，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能退却，因为他们是为了制造恐惧，为了让大家感到害怕，感到不敢说话。这是这些邪恶的独裁政权他们的目的。指出，据悉嫌犯埋伏了2天，无疑就是预谋犯案。如果再晚个10分钟报警，人恐怕早已离境。只要在台中市有任何暴力发生的话，我们的警方一定采取强力作为。所以这个案件呢，在4个小时内就逮捕了这个嫌犯哈，现在正在侦办当中。那这起案件呢是中国在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第1起在台湾所发生有像这样子跨境镇压的暴力胁迫的案件，我们要表达严厉的谴责。中央和地方大动作抨击，世外人士定调此案就是中共跨境镇压，而且并非首例。那这相关的事件，我相信对台湾也是一个警讯。那我们要维护自身的言论自由，大家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努力。副总统之前被在捷克所发生的事情，还有我自己被通缉的事情，这其实都是在所谓的跨境镇压里面的经典案例。它是中国想要用拳头的方式让台湾人没有办法讲话。批评中共的长臂管辖是向台湾手段粗暴，攻击矢板明夫的男子有何目的？就待查个水落石出。嘉宇。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真相是什么，有待司法厘清。可是这样的事件一再的发生，确实会让民众会觉得说人心惶惶。到底说是不是中共的长臂管辖已经伸到台湾来？没有办法用司法，可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让台湾人害怕，让台湾人闭嘴。而矢板明夫呢，虽然他名字很像日本人，但其实他已经入籍台湾中华民国籍，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拿中华民国的护照。而且他这一次的演讲其实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一个小型的演讲，一般人其实是不会知道。而这个人呢，从香港来，据称是中国广东人士啊，从香港来的。那他呢，其实是有备而来，他在2天前就已经在旁边布局勘察地形，然后打了矢板明夫之后，立刻已经买了机票，要从台中机场呢，立刻要去韩国釜山，所以其实早就已经预谋好、规划好。那还好，我们台中市警察局其实非常厉害，马上就追查到，而且呢，之前也有类似的香港人士，也是利用这样打带跑的方式，然后泼漆完，然后又要马上出境所以这次警方也是第一时间就掌握可能是这种模式，所以在机场就堵人把他抓住。没想到被抓到警局之后呢，他还知道台湾的法律拒绝夜间侦讯完全就是好像他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对我们来讲，当然会觉得说，矢板明夫他平常其实就是支持台湾，而且在台日友好之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是在主张
张他的立场态度，也是有他的言论自由。那怎么一个远从香港、中国来的男子来这里对他施以暴行？那这后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然会引起很多的揣测。那如果这样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中共所谓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在7月1号之后，是不是开始要用这样的一个暴力形式来去对付台湾人，对付这些支持台湾，然后支持台日友好，或者是支持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样子的一个任何人都可能受限于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然后认为说你这个必须要镇压，你这个必须要处理。那我觉得当然会引起民众的恐慌。那现在已经上升到国安层级，我们政府也正在追查。那我觉得很需要司法赶快厘清这个真相，否则这样子的一个阴谋论或者这样的一个恐怖的氛围，当然会不断的散布啊。大神，虽然高嘉瑜跟我感情还好，不错，但是他刚才的讲法，我一大部分不同意。因为矢板明夫最近这几年的言论啊，其实他只要敢跨过台湾一步，去到香港，去到中国大陆，我保证想打他的人一大堆，你知道吗？这个不要引用谴责暴力，不要引用这什么民主团结法啦，还有我们陆委会都赶快讲说要抓这个在地协力者啊，马上说哦这是香港来的，净化跨界镇压，这一大堆其实都是过度反应，包括高嘉瑜刚才的言论，我觉得这个都是过度反应。我告诉你，矢板明夫他的意识形态是非常的绿，而且因为他是日本人，他认为日本跟台湾其实就是一家人，所以呢，他最近有一个民调，有一个言论啊，非常奇怪，因为他大概出去走一走，他有一个田野调查类似的，他回来感到很遗憾，他说台湾人啊，怎么？明朝的20几个皇帝，清朝10几个皇帝都倒背如流，而对日治期间台湾的20几个总督，一个都背不来，一个都背不来。他对这一点我觉得他是感到遗憾啊。没台湾你不能对你家好啊，你这个是有一点，这就是不晓得饮水思源的意思哈。矢板明夫。你错了，在台湾，包括我的一代一代往上推的祖先，有没有人背得起日本的皇帝跟日本的来台湾的总督？有，怎么会没有？对不对？怎么会没有？都死了。皇帝，日本天皇层次，跟来台湾统治的总督层次，都认识的人，今年起码95岁以上。你知道吗？我87岁，我只认得2个总督啊。那日本天皇我当然会背熊明治啊，那个大正啊、昭和啊，这个我当然会背，因为我是学识丰富的人。那95岁以上的人不会背这些啊。还有呢，你中央级的跟地方级的也不一样啊，也不一样。中央的就是天皇那一类的比较容易记，地方的总督谁记得啊？不管你几岁，谁记得，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被意识形态冲昏了头，他以为台湾人跟过去跟日本的亲密关系，你不但应该要记得住日本天皇的名字，你要记得所有统治台湾的总督的名字。你可是荒唐不荒唐啊？我觉得这不是我主张应该揍他了，我觉得很多心理学的说这该揍的人。一定不少啊！我在这里，你没人讲，按那不票了。我跟你讲啊，这个不是说我在鼓励暴力，这太离谱了嘛！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没有人点出我刚才讲的这一点没有人一个都没有。我刚才就给你醍醐灌顶，让你头脑清楚一下。你这款代志会用笑嘛？讲出来会用笑嘛？我们台湾因为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啊，所以不管你支持蓝绿白，甚至有觉得说两岸和平统一也好的言论，都是可以被允许被接受的。我可能跟你意见不一样，但是你不可以动手，动手就是违法嘛。所以我也不用学嘉瑜就一直喊谴责暴力啦。我相信很多人的态度都是这样。第二，大佬所讲是说，当你是个公众人物，你讲的话，别人不同意你的时候，可能会对你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可能不一定是动手打你而骂你。那这种状况跟我们这次看到的状况可能不一样。好，那我现在开始跟大家报告为什么。第一个，
因为石板民夫那个演讲，它并不是一个公开的讯息，他演讲听的人很少，所以能够事前掌握他会在那里。这个可能就要去调查一下。那观众朋友，现在讲这些，这2天马上都有答案，因为这个男子现在手机被这个检方扣住了以后，会去看他最近通联的对象是谁。他来台湾从香港来，他没有买来回机票吗？然后呢，他住在哪里？刷什么卡？有没有简讯通联？石板被打了以后这名男子，我现在开始要讲的就是说，这个我跟大佬看法不一样的地方。我快两这推啊，然后过去骂他2句，结果情绪上来就动手打人了，那怎么办？我可能会想跑，可是外国人跑掉，台湾人跑不掉嘛。他是怎么跑的？他在饭店对石板动手完之后，他并没有急急忙忙在饭店搭计程车，因为饭店的 CCTV 一定会拍到他计程车，然后就可以去看他的车号。他是走离开徒步饭店，到了看已经没有监视器的地方，再上计程车，这是第一点。这一般人如果是情急之下，我快乐向北送那个斩，怎么会想到这个？其二，他在殴打石板民夫的时候，他穿的是黑色的衣服。可是他在过程当中换成白色，所以你看他被警察带下车的时候已经换白色的衣服了，对不对？谁会还要准备衣服换，还懂得要换？其三，如果是一个香港旅客啦，基本上要不是这个桃园进出，要不然哪里？他是去台中清泉岗他完全知道清泉岗可以买4点的釜山韩国的飞机，然后都已经买了票过了关，都已经在登机口，只差15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警察怎么抓到他的？警察是看他身上的刺青因为他换了衣服了。也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台中警方是有权利在办的。有人讲说，是不是台中没有办？这次办得非常的快，所以我就以刚才过程那的几个点，他懂得避开，不要在饭店门口开坐计程车。我认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能随便讲，但是看起来就不像是临时起意。我看到一个人，我讨厌他，所以我上去跟他理论，然后失手打他。对，那既然是预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为什么会？因为毕竟这样讲哈，我认为。如果要这么大费周章从香港来台湾，就为了要对一个人动手，他就揍了1拳就走了。那这是要做什么？我觉得后续可以再看。不过当然不管你有什么意见，这件事已经证明了境外会有人来台湾动手，这次是可能是打1拳。那如果下一次不是打1拳，而是拿个刀子出来捅一下，或者直接把他杀害的话，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了就是两岸大家不同的这个意识形态，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让你讨厌的人不讲话。最后我补充一句，等一下大佬我补充一句这个石板民夫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他是台湾的女婿，他太太是台湾人，然后他爷爷奶奶是日本人，他爸爸是日本人，妈妈是中国大陆天津的老师。所以他是中日混血，然后他现在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身份证，他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他还有没有日本护照？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日本护照，有可能有了，因为没有当公职，可能双重国籍。我请教一下，其实是不可以的。日本是你拥有了中华民国国籍，就一定要。那他可能那边就没有，因为他有没有2本护照我不知道，但他现在拿的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跟护照。对，我请教一下，你讲的热等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认为他打人是不应该的，预谋他是有备而来。有备而去，这个我们也都同意，对不对你到底要表达什么？他是预谋的预谋我们也都同意对不对？没错而且比如说他打1拳，动机有待司法厘清，好不好？等一下，就是说上面有人指挥他，还是他自己起意的？这就是马上就会查出来了嘛？对啊。好，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第一个，打人对不对？当然不对啊，很蠢，然后很糟。这当然是谴责没有问题，这是谴责的部分。第二个层次是他是不是预谋犯罪？现在看起来他是预谋犯罪啊。好，他是预谋犯罪，那背后的动机可能百种。那当然，高嘉瑜是立刻把他上纲到说，这个一定就是中国大陆派人来，然后要修理人，然后以后他们就会常常派人来，然后修理这个、修理那个、修理这个、修理那个，所以呢，大家会人心惶惶。我说有待司法厘清。好，你让我讲完嘛对，我现在就讲说这件事情的无限上纲本身其实就是在恐吓台湾民众。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当然我不能说他一定不可能，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那么做的话，那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也太蠢了一点。就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你本身能够起任何的恐吓效果吗？我不太相信。事实上呢，相反的，因为这个人他犯了案，他又没有对于石板民夫产生那一种真正恐吓性的效果。当然，暴力犯罪不管程度的轻跟重都是谴责的。可是，如果说是用这种方式想要恐吓台湾民众，我必须说，光是行为本身要恐吓台湾民众，其实我认为是不可能。但是现在民进党在宣传了一个天罗地网的一个大阴谋这件事情，我反而认为这是在恐吓台湾民众。
就是民进党这事发生以后，立刻就那个口径就统一的啦。对啦，从中央到地方就是因为民族团结法，所以呢这个来执法，我认为这个两回事啦，根本没关联啦。不过我对台中市警察局那么快抓到人是肯定的，厉害，当然了，肯定的。对啊，你以后来一个我抓一个，来2个抓1双。对啊，那你再来啊，就把你抓到。你以为台湾让你这样来去自如啊？再怎么样，就算是不同意这个石板民夫打人也是不对的，怎么样都不对。台湾本来就容许各种不同的言论嘛。但是我不同意我就打你，不同意我就打我，那台湾不天下大乱嘛？所以我觉得把这个人抓到是对的。那至于他动机能不能查得出来，我也很怀疑的。他不讲你怎样，你就查到通联记录，是不是能查出动机很难讲。但是只要干这种事情，对不对？干这个事就把你抓到，让你知道说搞了个半天，得不偿失，搞得很丢脸。那以后也许就可以遏制，或是至少减少这样的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他会说。中联这个做油的呢，这个致癌的风暴扩大，好吧？那本田比食药署又公布360家下游业者，说7月6号午夜前全部得下架，就今天的这个凌晨以前要全部要下架啊。那另外呢，被骂慢半拍，卓荣泰就说政府没有不管呐，那因为赖清德有说该下去就下架，该负责就负责。那谁要该负责呢？卫福部长是不是要该下台？所以他不讲。那他们已经在做了，做的慢半拍也不行啊。尤其这种民以食为天，食以油为本，什么东西不加油，甚至连清蒸，你看广式清蒸鱼上面都要滴几滴油，汤煮完了以后一起还要加几滴麻油，有些都要油啊。所以呢，石崇良卫福部长所以应该为食安风暴负责。民众党团说，好吧，你如果石崇良不下台，卓荣泰下台，我们也觉得很高兴那他就追出12年以前，那个时候呢，因为有毒油事件，所以民进党要江宜桦行政院长为毒油下台，而且当时的卫福部长立刻辞职，以示负责。国民党团说，我们这话原封不动还给卓荣泰。当时呢，这个民进党团对于江宜桦院长说，你不知廉耻，民主法治就是责任政治，就应该负起政治责任。那另外呢，这个卢秀燕说，中央先盖牌再放宽，而且说什么20%标准以上业者应该主动下架。他说什么20%，只要有问题一律下架，不只是20%1%都不可以，怎么可以20%呢？那另外呢，你怎么认定20%？食药署建议说，业者自主下架。业者怎么自主下架？你政府没有一个标准，你不来稽查，他叫怎么自主？业者有几个会自主下架的？所以呢，现在是不是集体隐匿？庄瑞雄说，福茂、福寿、泰山是加害者。你要那个中联，我以前没有听过中联是什么？中联是这几家公司每一家投资33.3%投资成立的，所以你以为他们有可能有这个不同，那个不同，都是一个来源来的，可以这样子吗？所以变成说，你完全就看起来有不同的品牌，其实只要一家有问题，通通有问题。而且还有酱油业者告诉我，更可怕的是，他们把这个黄豆萃取以后，剩下那个豆渣，甚至很多人拿去再做一般的酱油，甚至呢把它做成很多的这个饲料，甚至素食吃的东西，那个里面的苯醛比这个油还含得高很多，但是政府好像都不管这些事情。而且我们进口，我看那个资料，我们进口的基因改造的黄豆占97%。对。结果你到市面看，所有的黄豆类产品都说本产品是非基因改造，进口97%都是基因改造。市面上你谁跟你讲它是基因改造？没有一个基因改造，都是它是非基因改造。政府有查吗？有追吗？都没有。好，那么石崇良说南侨也要究责，南侨至少对了，他是至少还这个主动稽查往上报，4月就告诉中联了。5月13号，4月就发现了，4月就发现5月告诉中联，6月才把这个事情这个揭发出来，这很严重啊！你隐匿，你是什么意思啊？看一下。
中联致癌油风暴扩及全台，台中市长卢秀燕针对中联、福寿以及福茂各自重罚300万元，更炮轰中央盖牌反应慢半拍。中央先是盖牌，那延迟了将近1周才公布。那另外，同时现在又规定20%以下的这个致癌油呢不用下架，那么我们无法认同，本市也恕难配合。第二层加工食品致癌油达20%才预防性下架，卢秀燕不认同，台中、台北都没要配合，就连卫福部长石从良都坦言，食药署这样的做法怪怪的，但也被质疑食药署的上层机关不就是卫福部吗？再也痛批荒腔走板，不止卫福部长、食药署长该下台，行政院长卓荣泰更要到立院专案报告跟道歉，以示负责。石从良部长不要再恋眷职位，卓荣泰院长更应该公开的向全国人民来道歉。没有一个政府会放着食安问题而没有人去处理，我们是积极在处理，但是我们也要顾虑到整个资料内容的一个严谨。正确，他们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好，谢谢。总统才说该就责就要就责，绝不宽待。但卓荣泰这言下之意是没打算要求负起行政责任吗？请行政院长卓荣泰应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所有的立法院在野最大党团民进党党团直接拼着时任的江宜樺院长直接说不知廉耻，民主法治就是责任政治。就应该自己负起政治责任。谢谢，这句话我们现在原封不动还给卓荣泰。1300吨的致癌油扩及全台，至今留香未明。再通逼政府食安5环破功，别再闪躲政治责任。来见好，我想这件事情先检讨政府的责任。最开始周正一开始，我觉得政府的责任，我坦白讲，一开始我觉得他没有那么严重。对，最严重就是江志刚署长他讲那个话，我觉得哦天哪！你说是因为这个厂商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不公布。从那件事开始，它就变成一个政治风暴，变成全民突然压起来，就觉得说，你政府都不处理，因为确实前面你没有通报，依据食安法了。如果这些厂商没有人通报，确实这些卫福机关、这些食药署他们可能很晚才会知道。但是你已经知道了，然后你第一时间说，这个第二层这个没有危害，所以我不公告。这件事情是第一个错。第二个错是后来台中市跑去说要去看那个中联油脂的这个厂区，就去稽查的状况，然后他发个新闻说，我看了报告都觉得连看都不用看，他就觉得台中市政府不知道去看什么意思的。可是就很奇怪，每一次这个重大食安风暴的基本的政府的 SOP， 你就去查查嘛，就是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你总要有个专业团队去看看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台中市政府过去几年，像那个中联油，他们台中市去年去看了3次，然后前年去看了1-2次，就是过去看了这些油制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年突然发生这个事情，那到底是这个制程出问题呢，还是原料出问题呢，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这件事情是政府应该要给全民一个答案，你不能只仰赖说业者通报。那所以政府责任为什么突然烧起来？为什么大家现在讲说要求要食药署、要卫福部、要行政院负责？是因为你知道了，然后你不公布这件事情，让民众觉得那我是受害者，我怎么办？因为这食用油是遍布全台湾各个地方，而且在案发的同时，我讲真的啦，赖清德总统去吃那个宠物展，然后吃那狗食，然后我们食用出问题。那我想问，那这个狗食有没有用到这个油？有，饲料也有。那这个宠物的部分有没有用到这相关的制品？那这部分是谁管的？这部分也没有讲清楚。那你这边开心吃狗食，那民众的感受就差很多嘛。那当然业者有没有责任？业者当然有责任。就是说这一切，当然我觉得最可怜，应该这样也不是说可怜，就是说后来卫福部今天讲说这个连南桥都要惩罚，是有点过分一点。我觉得南桥他算是吹哨者，他是因为发现这件事情层通报。那当然，他有没有义务去跟这个台中市卫生，或者跟他应该在桃园啊，他有没有义务去跟地方政府通报？那个看法律怎么定？但是在这过程里面，是南桥他是发现这件事情，发现不对劲，他一层一层通报。那是这个中联油脂中间就验了2-3次，然后验完之后，从大概6月中知道这个事情，到通报地方政府是6月30号，中间隔了2-3个礼拜才爆发出来。那爆发出来之后，地方这个中央政府就这样子拖了几天之后，现在才醒过来说，我们会全面公开。如果一开始如果卫福部就说我全面公开的话，我想今天的风暴不会这么大，它就是食安问题，那我们就严惩业者。但是这个火是行政院自己点起来的。就是说我昨天算给大家听现在1300多公吨，一吨是1000公斤，我除以2300万人，一个人吃56公克。当然小孩啊，有些不会吃，住过灯了，所以我判断大概吃的人一个可能要吃80到100公克。你说少吗？也不少啦。而且这种东西大家现在
现在总之心里就人人自危，不知道我吃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学校也是这样，这个摊贩也，然后各种食品，甚至动物饲料也有。他们只是说动物因为那个代谢率比较高，所以吃的比较好。不像人可能代谢率没有狗那么高。凤卿怎么看？这件事情啊，因为它是好南桥，其实呢自己检验，因为它进了这个油，然后他自己还有一套检验程序。其实说实在，那个是就企业集团来讲，我们会觉得他比较负责任。他发现了问题之后，他通报他的上游厂商说：“你这个油品有问题。”好，反正现在卫福部呢，就干脆就是一拖拉股全部通都要。卫福部谁叫你南桥查出来？不查出来当然没事了吗？真的就好 OK。那南桥通报了这个中联之后呢，中联6月30号才通报食药署。坦白说，他的通报时间确实是延后了。好，那7月1号那时候我记得《中国时报》就是头版头条，其他报纸我看了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报道。那我当时其实觉得这件事情蛮严重，因为1300多公吨嘛，哈，其实量还蛮大的。可是你会发现说，当时舆情其实没有特别的要去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觉得这是业者的问题。那卫福部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说，那通通都要下架。那我们会觉得说，那你既然知道要大家通通下架，那我应该就吃不到了。我那时候会觉得说，这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哪里知道后面我们的食药署会告诉大家说，哦，因为这个影响层面太广了。他讲了影响层面太广，那你我是不是都觉得我们可能吃到了？然后第二个是回收的状况量非常的少，就是从7月1号一直到上个周末的时候，它整个回收的量3-4天下来，只有回收大概1%不到。那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其他通通都吃下肚了吗？到哪边去吃下肚了呢？到了最后，其实整个舆情烧起来是说，他说第二层使用这个问题油的厂商，我们不用公布，我们不用公布。那他的问题油要不要下架呢？他也没告诉我们。现在才知道说，他有要求对方下架吗？显然是没有嘛。因为现在第二层公布了之后，卫福部这边才说，哦，这些厂商7月6号半夜之前一定要下架。所以从你6月30号知道到7月6号，请问一下你的作为在哪里？你的作为在哪里？食安问题是这样子，我当然并不觉得说这些厂商很可恶，就是说，我说那些使用这些油的厂商，他很可恶，他也是受，我同意他是受害者。可是食安这样子，食安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讲，宁可过于透明，绝对不要掩盖，因为只有过于透明，每个人才会觉得心安。第二，宁可严厉，绝对不要苟且。在之前曾经发生过就是那个毒奶的那个事情，那时候金车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们可能有用到一点点，但是他说我与其去按照这个一点点，然后去把批号给批回来，我的消费者是不会安心的，所以他做的决定是把所有的产品全部收回。收回了之后做什么事情呢？收了回了之后，我改包装，然后重新制成了新的商品上架。消费者给你一个赞之外，也觉得安心了。他损失大不大？损失大，可是你赚回了商誉嘛。可是我们今天卫福部一天到晚只想着说，哎呀，企业不要这边不要受伤，那边不要受伤。你要知道，当消费者不透明的时候，才会所有人都受伤。就食品的安全，不是只是说含量多少。吃了会不会立刻致癌？不是这样子的。第一个，食品也是各种累积，吃这点吃那。第二个，心理的这个卫生很重要。我看了我心里恶心嘛，我想到我恶心都不行。我再举个例子，今天礼拜2、礼拜天中午我在一个餐厅吃饭，还不错的餐厅，炒了一盘瓜出来以后呢，有1只蚂蚁。我女儿就知道说，就跟那个waitress 讲说有一个蚂蚁，不过没关系哦，我已经把它拿出来了。我还开玩笑，我说有蛋白质吃了也没关系。结账的时候，经理来说这盘免费。对，我说1只蚂蚁，我说真的不要，我真的没有叫你免费，我只是让你知道啊，不行。好，这个是就是我们不能1只蚂蚁都不能有，它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嘛。休息一下再回来。